大家晚上好，欢迎收听老范讲故事的老范读评节目。好，让我先开始今天的读评啊，然后看看我们还应该去发个推，这一般是每一次读评开始之前一定要去做的事情。开始直播，进去转发推。对，我觉得发推要比发 X 还是觉得顺嘴很多，大家觉得呢？这个网好像又不太对头啊。看来沙发是我的了。是的，你今天沙发非常的早。然后 iPhone 这几年缺少眼前一亮的东西，是技术到瓶颈了吗？我觉得倒不是技术到瓶颈了，而是管理 iPhone 的人呢稍微的差了那么一点啊。这个别的应该不是特别大的问题。就是有的时候这种像提姆·库克这样的人啊，他就是一个应该怎么讲呢？就是一个守成者，对吧？别的呢就稍微差一点了。发送，搞定。点赞啊，来了！哎呀，塔主今天这么早就来了，多少年了啊？苹果都没有让人眼前一亮。是的，这个手机还是好手机，但是就是没有新意。关键新意现在都在 AI 上，他自己 AI 又做的特别烂。打算买个 Pro 3玩玩。Pro 3是什么 ？AirPod Pro 3啊，那个我现在没想明白，它那个实时口译到底是在耳机上还是在手机上？按道理说应该在手机上，我挂什么耳机应该都可以的。这个等我回头研究研究的啊。好，我们开始今天的读评论啊。我的评论哪儿去了？Notion， 对。第一条评论，Meta 在疯狂抢人之后，上演闪电离职。有人说了啊，不是土生土长的黄仁勋中文都讲得超烂，亚历山大就不用想了啊。所谓会中文，就跟雷军讲 Are you OK 差不多。这件事儿呢是这样啊，就是我们不要太去猜测说这些人中文到底好不好。我自己曾经有一个亲身经历是这样的啊，就是当时也是在美国公司在 Boland 上班，然后呢跑到加拿大去培训，啊，一帮人呢就是都去了嘛，然后有一个就是明显看着亚洲脸，啊，然后呢，后来我也不好意思嘛，英文也不好，就跟人上去聊去，我说你能讲中文吗？或者你是中国人吗？他说我是中国人，啊，他还是拿英文跟我讲，他说但是呢，他说我就只会讲粤语啊，就是不会讲普通话。他说他父母在家里边还是讲中文的啊，所以他为了在家能够很好的进行沟通呢，还是要去讲中文。但是呢，他们家里都是讲粤语，包括他们住在这种华人区里边，很多都是讲粤语的啊，所以他普通话讲不了。他呢也不太愿意跟我讲中文，因为就是人其实都是这样的，就是你讲不是特别好的这种话呢，他就不太愿意说啊，都是如此。包括这个后来我们还招过这个，就是从小在美国长大的这些华人学生到大陆来实习啊，也干过。
后来说你来干嘛来了呢？他说就是来学习一下中文啊，就是家里呢也讲啊，稍微听呢也基本上都听懂，但是呢，这个你自己不在这个环境里泡一下呢，你就始终这个差那么点意思啊。就是这个是我接触过的这些在美国长大的华人，基本上都是这样的一个状态，对吧？这个有些人就是说我就不愿意说了啊，就这样了，也能讲一点粤语。然后还有一些人就是在大陆混个大概可能1-2个月啊，一下就会了。再往后啊，说美塔有没有可能是中共扶植起来控制美国青少年超级战的这种超限战的计划呢？这个好吧，我觉得这种思路还是稍微的拓宽了我的想象力啊。人家都觉得 TikTok 是干这使的，然后你觉得美塔也是干这个使的，那这个就属于一切都怪美帝，一切都怪资本，一切都怪中共，这个有啥区别吗？对吧？这个属于是，为各种社会现象、不可解释的现象找一个简单粗暴的结论啊，这个，看着很爽啊，没有任何意义。还有说你有一点没说清楚啊，或者我没听明白，那就是那些快速离职的员工，不但高薪没了，他们所被承诺的股权什么的之类也吹了，为什么不等2到4年套了股票现金才离开，不是更好吗？这个呢确实没有讲得特别明白啊。这个事儿是这样，就是这种人的离职和跳槽呢，通常是他的钱分3部分啊。第一部分呢叫做你认为叫搬家费也行啊，或者说是重新入职的一个奖金啊，或者叫入职 bonus 啊，一般叫这样的一个名字。也有叫签字费的啊。第二个呢就是你的日常的薪水。第3个呢是承诺的期权或者是股票那么他前面这个签字费呢肯定是拿到手了这个没什么好说的。你像这种1亿，如果是年薪的话，或者说1亿的一个总的package 的话，它的这种签字费应该也至少是几百万刀的一个水平啊。然后呢，他们的这种年薪的话，可能应该也会上百万刀了，不会上千万那么恐怖。剩下的呢，应该都是这个股票。股票呢，这个肯定就没有了，这个是没什么好说的。至于说为什么不等2到4年呢？就是他觉得我在这个时候换一个地儿这个真的把东西做出来才是最值钱的。我在你这儿混呢，其实如果东西做不出来，你也混不到这个谁也不会容忍这种薪水小偷，特别是薪水达到$1亿这样的薪水小偷，谁也不能容忍，对吧？如果发现在这个地方搞不定事情做不出来，可能轮不到你自己走，人家就把你开了，对吧？你也是拿不到后边的钱的这个不可能说我在那儿生混，然后把后边的钱混到手，这个是不存在的，对吧？像我以前也干过这种事儿，就是有些人进来就准备混这个后边这个钱了，那我也得想办法把它开掉对吧？这个就是大家都还是要有自知之明的然后呢，像 AI 发展这么快的行业里头，他们一定是会想方设法的尽可能这个在当前把东西做出来这个才是最值钱的东西，其他都不重要。然后这个我看看这边，对，先赞后看你们都点赞了没？我用的 AirPod Pro 2 USB 版，这个原来是最早的 Lightning 版本的 Pro 2给我老婆用了。我买的是 iPhone 15 Pro 为了统一 Type C 接口，好吧。现在真的听见这种阴谋论出发的思考方式，就觉得没兴趣。哎呀，这个开心一下就行了呗，那么认真干嘛？好，我们继续这个马斯克起诉了华人天才工程师有人说了说墙内的人都是贼底线个个都很低。这种人呢，我觉得你就不应该看我的节目，你应该好好的看英文节目，对吧？你干嘛看我的中文节目呢？你看一个墙内的人在这儿讲故事，这个何必呢？不怕脏了您的眼吗？这个我觉得真没有必要这么去思考问题
在国外长大的中国小孩回国一个暑假中文飞升，到转年夏天打回原形，不要问我怎么知道的，看来你们家姑娘就是这么一个状态了。老范，你读完我们这边又去另外一边读哪里的留言啊？这个是这样的，就是YouTube 上呢，大家留言都有很多评论，然后我每周三的下午呢会把一周的评论都看完，挑里头一些比较好玩的拿出来给大家念啊。就是我在另外一边念的呢，就是这一周大家在各条视频下的留的言，所以我都会讲说，哎，这是哪条视频的，然后呢留的言是什么啊？所以呢，咱们是两边穿插。继续啊，这个是马拉松护士张水华的故事。有人说了啊，能把镜头转到正前方吗？感觉盯着人拍占了画面好大一块风景看不到了。这个事儿是这样啊，就是我原来做过朝前的啊，有些人觉得头晕啊，这个因为什么呢？就是我放了一个朝前的纯风景以后，我自己就缩到了右下角，然后呢是一个也是朝前的一个头像。那么有些人觉得一边这个视频是在迎面而来啊，这风景在迎面而来，然后我又坐在这儿脸朝前跟大家讲故事，然后呢就觉得这个事儿很痛苦啊，这个是当时的一个问题。然后另外一个呢是就是这个拍摄是用的 Osmo 360啊，就是这样的一个设备啊，这个设备。然后这个设备拍完了以后呢，特别麻烦，就是它拍呢是拍的一个360度的一个环绕的视频，就是我可以取景前面，也可以取景后面，甚至可以不断的来回转来转去。比如说我往左看了，我就可以把左边的这个比如说正好看到美女了啊，把它取下来，这都是 OK 的啊。上下左右，因为它取的是一个球形的，但是呢，取的过程就是我最后要把它重新变成一个平面的视频过程，这个呢非常麻烦，对吧？我有几种方式，第一种呢就是拿手拉啊，我说这个时候向左一点，向右一点，然后这个地方打一个关键针，然后怎么去进行调整啊？这个就纯手工的，这个非常非常麻烦。第二个呢就是它有这种叫做手机取景，就等于是我拍了一个360度的或者球形的一个视频下来，然后呢我举着手机啊，然后我现在想看这边。然后我再来回的挪动这个手机进行一个动态取景啊，这也是一种方式。然后这个也很累啊，你如果想看朝前的镜头，我可能就需要一直举着手机往前。为什么呢？因为就是它一拐弯吧，比如说我今儿骑了车拐弯了，然后呢这个它取景依然是朝这个方向的，等于就变成一个侧取景了。它是这样的一个方式，所以就特别讨厌。然后另外呢，还有一种就是比较简单、比较偷懒的方式，就是叫人像自动跟踪。就是我其实使用的这样的一种取景方式，就是上来以后直接找到脑袋，说来啊，把这个玩意儿放中间给我盯着啊，他就给我盯着脑袋，然后剩下我就不用管了啊，我就去等着它慢慢导出就完了。而且就算是这样，我一个10几分钟的视频，从这个 Osmo 360上导到手机上。然后再从手机导到电脑上的过程，大概也需要可能40分钟，这特别费劲这个东西啊。这个最大的麻烦就是后期比较麻烦啊。如果大家就是想看这个朝前的镜头啊，我就下回就拿这个了啊，就不用那个360了，我就干脆只拍一个朝前的就完了，对吧？这个效果还更好啊。等这个过几天再去给大家拍吧。再往后啊，说这个，让90后和70后一样上班啊，但是90后没有70后的升职机遇，你嫌弃别人不努力，别人觉得你端着揣着明白装糊涂啊，这个话呢不能这么讲。为什么呢？就是我刚开始上班的时候，那个大家还都是50后、60后呢，我也没看到升职机会啊，对吧？他不也这么干上来的吗？对吧？这个都是慢慢熬出来的，凭什么这个等90后上来就得把踩着70后往上走呢？大家都是一步一步爬上来的。我记得我刚上班的时候，第1年上饭桌喝酒啊，那时候就天天喝酒，上来就是这个大家都讲的什么，就是来啊，这个50年代喝一个，60年代喝一个，
就结束了啊，就没有70年代什么事儿。因为你想我70年的嘛，所以我去上班的时候，这个桌上就没有70年代的人，对吧？可能还有40年代喝一个，对吧？这你像我父亲是40年代的，那我上班的时候，肯定我父亲这一代还在这个各个地方在这个第一线奋斗呢，对吧？能到60年代喝一个的时候，就已经是他们觉得比较年轻力壮的这帮人了，对吧？像我这种70年代，压根儿就轮不上他们这种轮流喝酒的这种事情。所以啊，这个都是一代一代的这个混上去啊，就是70年代的人现在呢，感觉啊有些人混起来，但是还有很多人混的其实也很惨。就算混起来，这帮人呢也是叫做什么呢？就是这个媳妇熬成婆熬出来的啊，大家都是从头开始的。还有人说啊，老范你没搞明白啊，这事儿的点不在于鼓不鼓励个人爱好，大家在意的点是他能不能给别人添麻烦。每个人都有个人的自由，别人不干涉你的自由，但是你的自由不能妨碍别人的自由。我觉得啊，这位朋友呢，你也没有找到关键的点啊。关键的点是什么呢？就是还是护士不够多呗，对吧？造成了现在这种资源极度紧缺的这种状态，这个才是问题。啊，你要在国外，比如说，如果大家都是排班排成这样的话，早罢工了，对吧？那你罢工了以后，他就要多招一些护士。我看也有人留言说，在日本、美国这样的国家，他们就会多招一些护士，不会出现这样的情况，这不就完事儿了吗？对吧？你不去找根本原因，说啊，你不能给别人添麻烦，那你为什么会有这样的麻烦？那不还是制度或者说现在这个组织架构造成的吗？这才是最根本的问题啊！还有人说啊，什么欧美的医院这是欧美的医院会多聘用一些护士，确保每一个人都有充分的休息，带薪休假啊，一般也不用跟别人调休。护士的这个休息时间不够，会有导致这个医疗和这个护理安全事故的风险的啊，这个是真的。而且他们那个就真的是罢工啊，这个我记得前2天还看了一个中国人跑到德国去当护士，他就喜欢加班啊，那在国内练的嘛。然后就被人警告说你不能这样啊，你不能加班啊，他就最后慢慢的适应了。然后说，哎，怎么有人罢工啊？然后他的护士长就来找他说，啊，明天罢工啊，所有人都得去。这个他说那罢工怎么办？那排班呗，重新排。这个罢工也要有人值班嘛，你不能说罢工的人就死掉了，对吧？还是有一点人值班的，但是呢都要去支持一下。他就很奇怪说，那罢工这个事儿，你作为医院方，作为护士长或者作为我的领导，你怎么会支持罢工呢？他说对呀，他说罢工完了以后，这个大家的工资就涨了呀，然后大家就工作很愉快呀，然后这个整个的这个氛围就变好了，对吧？更多的休假，更高的工资，我们整个的氛围变好呢，我们也可以多招一点护士回来，这不是挺好的事情吗？对吧？至于整个医院是赚钱是赔钱，其实跟他没什么关系，对吧？包括国内这个也是一样的，就是真正给他排班这些人，包括那医院的院长，医院挣钱赔钱跟他有多大关系？其实没多大关系。对吧？赚了钱他要敢往自己兜里揣啊，那这个等着进去，对吧？医院的院长你也没有什么升迁的事儿，对吧？你要想这个换人啊，想找更大的医院，那是上边的这个行政机构来去派的啊，跟你这个挣多少钱没什么那么大关系，对吧？油管不是可以上传360的视频吗？老范可以试一下，这样我们就观看可以自己选。哎，是吗？这个明天我去研究一下，油管可以干这事儿吗？可以上传360视频吗？这个我还真不知道。以前我在美国电视台驻北京记者站工作的时候，听过很多古早传说。老员工说，20年前坐在我位子上的姑娘是个美国人，中文一开始一般，来了中国之后各种谈恋爱，而且男朋友都是中国的摇滚青年。有一天晚上，口述历史的那位同事说，他加班回办公室，一推门看见崔健在等女友下班，太神奇的年代了啊！这个好吧，摇滚青年这个没问题啊，这个一点问题没有啊。来了点赞，好吧。这个像我们原来在猎豹碰到过一次啊，就是那个谁，一下把他名字忘了。
就是也是我们一个那个一个从雅虎招回来的高管啊，长得咱没法评价这个女生嘛，对吧？但是呢，这个气质很好啊，我们只能说。后来人家告诉我们说，这个人呢是这个同桌的你啊，老狼的老婆，就是唱同桌的你，就是唱他的，对吧？这个都是很神奇的故事。来了，点赞啊，欢迎。我觉得这个护士如果是一年跑2、3次的话，没人会说什么问题，他只要有比赛就去跑，而且还接广告代言啥的，觉得自己年纪不小了，也不肯离职专门去跑，所以还是他自己的问题啊，我真不是这么想的。为什么呢？第一个，广告代言真没多少钱，对吧？现在能够靠跑马拉松养活自己的人基本上是没有的啊，在国内是非常非常难的，他必须要有一份工作。然后第二个呢，我觉得很多人骂他的最主要原因是什么？不是因为他给别人添麻烦了啊。后来我录完那期节目以后呢，我也想了很久啊。后来跟我老婆讲，我说我想清楚为什么。这个护士呢，其实过着我们所期待的生活，我们都希望把日子过成这样，有一份稳定的工作，然后在工作上有人去表扬，然后还有自己的爱好，然后这个爱好呢还可以去，形成一点小的副业，然后还可以有一些小的追求。像跑马拉松这种东西，好多就属于个人修炼了，因为它真的是有一种特殊的这种精神状态在里头，对吧？那么这个其实是他把我们想过的日子过上了啊，我们没有过上，那吃不着葡萄就说葡萄是酸的呗，我们就开始骂他呗，对吧？你怎么可以这样啊？我都没过上你这样日子，你有过上这样日子，你要脸吗？对吧？就变成这样的一个生活了啊。那个护士的新闻，人家调休自己调好了也 OK，但是其实没必要在比赛的时候吐槽老板，哎，肯定是怎么说呢？就是情商没有那么高吧，这个咱们还是要承认的。塔主刚开始的时候是经常跟孩子说中文，到一定程度之后，他们有阅读理解能力，就能看到比较有趣的内容，就会逐渐稳定了。就像学会了自行车就一辈子不会忘记一样。现在我老婆还是坚持跟我孩子们讲中文啊，我已经和他们主要讲英语了，但是他们时不时会主动跟我讲中文啊，好吧。这个看来，这个在海外的中国家长们还是很痛苦的啊。护士这个案例，很多人把护士群体的困境异化为群体内的矛盾，很有中国味儿啊，是这样的。你们俩是夫妇都说中文啊？我这儿孩子他爸是一句都不会说，对你掐了个老美，所以少了一半助力。那你这么长时间没把你老公驯化一下吗？说不会就这个去睡沙发呀？油管可以360的吧？我看过好多博主上传的，哎，这个我明天去研究一下，如果可以的话，那我就上传了。那你确实更辛苦一些啊，尤其是前期。我们家孩子前3年在中国啊，还算有点老底儿，现在也是要上中文课，这个费劲啊。哎，这个好吧，其实你又不指望他考高考语文能说就行了。带孩子们看中国综艺，甚至是中文字幕的韩剧，这个有点折磨啊。很多类似护士这样的职业在中国都被神化了，都被主流价值观塑造成神圣群体，实际上就是歌颂苦难嘛，对吧？这个苦难是值得称颂的事情，就是又在搞这套东西。我妻子的朋友也是跑马拉松的，不算 top level， 他给某个运动品牌代言的收入还是不错的啊。关键是在哪个国家啊？你在国内的话，这个比较难。我家孩子只会说日语，也懒得教了啊，这个无所谓了。好，我们继续。谷歌居然暴涨了7%，这条视频下头有人说了啊，之前看过这个彼得蒂尔的《从零到一》啊，深以为然。反科技垄断是非常傻的事情。美国电信一蹶不振，反垄断可谓居功至伟，这玩意儿不亚于咱啊这个铁拳吧？
一拳下去，一个行业就没了。依靠技术获得的垄断地位和与权力绑定获得的垄断不是一回事儿，只不过有些人这个趋于利益，假装不知道这件事儿呢。其实就是它的界限并没有那么明确了。因为像谷歌呀，包括美塔呀这些公司呢，它都会不断的去，搞这种就是内部的这种勾连吧。你比如谷歌啊，你使用了谷歌邮箱，你有谷歌账号，然后就可以用谷歌的各种的Google 的这个 service 啊，有很多这样的东西可以玩那么这些东西呢，大家就怎么说呢？就可以是，呃。我想想应该怎么讲，就是它也会形成一种权利吧。它并不单纯的是由技术产生的啊，就是技术呢确实是让它有了一个开始，但是后边其实很多还是一些法律没有规定或者没有约定的权利啊，就莫名其妙的落到了这些大公司大平台的手里边。你比如说前面啊这个Facebook 和 Twitter 把特朗普的账号封了，对吧？那么这种权利实际上就是他自己拿到的，对吧？没有任何人授权给他那么这些权利其实是有巨大价值的啊。还有人说了啊，说不信巴菲特还能信谁？还有就是，如果是国内的投资者，是不是也要稍微考虑一下汇率的问题？长期投资来看，美元高估5%，人民币低估5%，不多吧？汇率呢，可能确实是会有变化啊。现在很多人都觉得美元降息了以后，人民币跟美元之间的这个汇率可能会回到60代啊。这个是大家都在猜啊，不好说。但不，这个怎么说呢？日元肯定会升值啊，这个是美国给日本的这个叫做什么呢？给他的这个叫做任务吧，他必须要去完成这件事儿。即使石破茂离职了啊，他也还是要完成的，谁上来都一样。而中国的话，很有可能会锚定美国接着往前走啊，这个未必会升值。因为中国本身那个货币就不是从外部可以操控的，而是咱自己定的，所以这块呢肯定还是不好说了。如果我看到那个什么啊，看到有人算过这个数啊，就是如果美元对人民币降到7.02，大概就现在存美元就不划算了啊，因为现在呢存人民币的这个利息是1点几，存美元的利息是3点几。那么如果是存1年啊，美元降到了7.02，那么这个事儿就不划算了大概是这么算的。如果是比如说真的回到60代了啊，比如说又回到了因为我记得原来最低的时候大概是6.2几啊，那个现在的这些美元资产就危险了。至于说信巴菲特不信巴菲特的话，我觉得咱还是自己思考这个问题啊，就是因为巴菲特第一个他也不总对啊，就是巴菲特其实真正做对的事儿不多，他只是做对的那几件事呢，他投入的本儿比较大，他赔钱的案子多去了，对吧？你这个相信巴菲特这个就一定行吗？从来我就不信这个事儿啊。第二个是什么？就是巴菲特的很多操作他是不让你知道的，有些事儿你能够知道，有些事儿你不知道，或者有些事儿你现在不知道，过一段时间他才公开呢，对吧？你要这玩意儿就信巴菲特，你就相信巴菲特公开出来这点东西，这你不是韭菜谁是韭菜，对吧？所以呢，千万不要去说我就信巴菲特啊，这个事儿是没有任何意义的。好，咱们继续啊。我还是对中文有点执念，至少听郭德纲的时候要跟我一起笑吧。我的确是给他看德云逗笑社，说学逗唱的哥哥。你个天津人怎么就这样呢？对吧？这个天津人，你带着他在天津看相声不就完了吗？一种很撕裂的现象，自己内卷叫苦连天，别人内卷歌功颂德，护士这个故事，哎，这就没法讲了。郭德纲的相声之类，都是有内涵的啊，难度有点高啊。以前我有马来西亚的同学，中文很好，但一起看春晚，
他的小品看不懂啊，综艺简单粗暴，又有小帅哥看，米家千金比较容易有沉浸式体验。我觉得呢，你可以去看点这种国内的那种狼人杀综艺啊，那个有可能会喜欢。目前他还都懂啊，例如阿尔他妈妈，呵呵，这个是一个很传统的天津笑话啊。回到6时代啊，那就是10年前了啊，那个时候还有6.1呢啊，当时在国外跑贸易，起床第一件事看汇率，第二件事看期货。6时代那个时候去美国买东西，真的觉得啥都挺便宜的。苹果发布会有啥亮点聊聊吗？哎呀，这个怎么说呢？明儿吧，明儿去聊聊这个 eSIM 吧，eSIM 还是值得说一下的，其他的真的没什么意思。好，咱们继续啊，这个阅兵闲聊，是我跟土拨鼠跟大家聊了一期阅兵。我以为现代战争是高科技战争，看了俄乌战争，原来战争还是用量大管饱的炮弹炸平，现在两边发愁的都是炮弹不够。这个怎么说呢？所以那天我跟这个土拨鼠也在讨论这个问题啊，就是现在我们能看到的战争呢，基本上属于2种啊。第一种呢叫不对称战争，像美国打谁实际上都是不对称战争啊，跟咱们之间因为还没有发生过嘛，咱们不知道啊。但是美国打其他所有人都是不对称战争。然后第二种呢，就是像俄乌这种啊，叫菜鸡互啄，就两边呢都强不到哪儿去，然后人呢也不够多，东西也不够多，然后只能是这个慢慢的消耗。然后乌克兰呢后边虽然有欧盟有美国，但是呢这两边就是只管给钱啊，给东西，给东西的时候呢也是细水长流啊，看着你这个占优势了就少给点，劣势了就多给点啊，就反正就一直把这事儿耗在这儿。这个呢就很痛苦啊，我觉得这未必是未来的一个方式。你真的是上这种相对来说大家都比较对称的战争啊，而且真的是大家没有什么顾虑了，放开手去干的话，未必会变成这样啊。但是呢，我们谁也不希望看到那样的战争真的来一场啊，那个太吓人了。然后啊，这个个人觉得对付无人机还是无人机狗斗来解决，高功率电子干扰需要一定的面积释放，类似考场电子干扰车，个人拿把激光和这个干扰器就算了啊。这个事儿呢是这样的，无人机这种东西呢，其实有点像什么呀？我记得咱小时候有人看过《圣斗士》没有？啊，《圣斗士》当时的定义是这样的啊。就是一帮攻击力非常高，但是呢，挨一拳就死的东西啊。这个无人机其实就类似于这种东西，它本身很脆弱，但是攻击力很高。然后你要想去狗斗呢，你还逮不着它，因为它很灵活，对吧？这个去狗斗无人机这件事基本上是不现实的啊。这个无人机的速度虽然不快，但是它的灵活性非常高啊。你要想去狗斗它的话，太难了。最好的方式还是在地面上用激光啊，用微波啊。这个后来有人说了，那个大的平板就是高功率微波发射器啊。这个央视是专门讲过这个事儿了。它可能确实是可以在一定的范围内解决这个问题，对吧？剩下的就是各种这个高速的加特林的机炮啊，或者是很小型的这种近程导弹啊，靠这个东西可以把无人机干下来啊。其实现在这个俄乌对付无人机最简单的方式是什么呢？叫装纱窗，对吧？这个他们在那个坦克上头架一架子，然后呢，在那个坦克架子上头呢挂一堆纱窗啊，或者是那个纱门，这样无人机扔下来的导弹呢，或者扔下来这个炸弹呢，就在那个纱门上，可能都未必会炸，就算炸呢，对底下的这个坦克也没什么影响，因为它那个扔下来的东西呢，现在都是用民用无人机改的嘛，就是它的战斗部也不会特别大，民用无人机本身的那个载重也就一般嘛，撑死了能带一台相机上去，你想那一台相机才几斤啊，对吧？所以呢，这么小的一个战斗部挂一个纱窗就足够了。如果无人机就是 FPV 直接往上冲的话，那个纱窗也可以
很好的捕获这个无人机。所以有的时候，这个战争一开始啊，就是这种提前精心策划好的这些未必有用啊，但是呢，人民的智慧也许会这个真的起到作用。在60代，我买了微软的股票，结果让败家爷们儿给卖了，永远不会原谅他。哎呀，你那个时候要留到现在的话，你想这多恐怖的一笔钱啊！但是微软应该涨得还不算多的，你要那个时候买了英伟达，你现在就直接可以躺平了啊！这如果让败家爷们儿卖了，你就是罚他跪搓板吧。听说星链在研发裸机直连卫星了啊，不需要地面站啊，是这样的。这个其实不是研发，已经做出来了。现在你使用这种高通芯片的高通的基带，一般都是可以实现的啊。微软不回来做手机，因而现在安卓就乱搞啊，安装软件都不给了，什么意思？没看懂。来迟了吗？不迟。刚开始没一会儿啊，开始了一半吧，应该我们已经把这个网上的讲了第12条了啊，应该一般是20几条啊。人民币未来肯定要升值的，毕竟要扩大内需，欧美这个肯定是贬值的啊，要输出通胀啊，这个呢，美国必然贬值，这个是大家都比较认可的一点啊。欧洲的话不好说。欧洲有可能这次会被美国架上去升值啊，这个因为美国肯定是要去调整这个，你如果是制造业回流的话，一定是美元贬值，就是美国每一次经济不好的时候，他都要求别人升值，对吧？他就是这样。人民币呢，如果咱们前面经济好的时候，可能也就升了啊，但是以咱们现在这个稳中向好的这个状态，真的未必会升值升上去啊。贵搓板不给力，贵5090吧，那么贵的东西不要浪费了，对吧？太糟心了。贵机械盘啊，这个机械键盘，那个机械键盘也是挺贵的。我本来是买了一把机械键盘，后来换了几次，实在是懒得跟它费劲了。机械键盘的稳定性实在太差啊。后来本来想去买个罗技的机械键盘，一看那玩意儿1000多一把，实在是买不起啊，就算了。所以现在依然在使用罗技的薄膜键盘，这个键盘也实在是不太给力了吧。好，我们继续啊，这个 Anthropic 反华这条啊，这个怎么说呢？这条特别就是看的人还不少啊，但是这条是让我掉关注的一条，就是我每过一段时间呢，就会有一条视频掉关注啊，这个肯定有很多人看不下去我这种这个是非不分啊，好坏不分的这种抹稀泥的这个人设了啊，这个没办法。对于我来说，就是每一件事情咱们分析一下为什么啊，50、49就完事儿了啊。这个咱们就看看他都讲了些什么啊。第一个说 ，Anthropic 预计，由于这项禁令，其收入将减少数亿美元啊，较低水平。这既反映了直接的经济影响啊，也体现了潜在的市场变化。作为回应，中国人工智能初创公司智谱向 Cloud 用户提供了无缝过渡到其 GRM 4.5模型的服务。他们还为这一转换提供了额外的优惠，包括2000万免费 token 啊，以及一套开发者套餐。据称该套餐价格仅为 Cloud 的1/7，但使用容量却是它的3倍啊！这个事儿呢，首先呢，这个 Anthropic 的减少数亿美元的收入，不知道他怎么算出来的啊？因为 Anthropic 2024年一共的收入也就不到10亿美金，对吧？你要减少数亿美金的话，那真的是伤筋动骨了啊！Anthropic 2025年的话，现在他们预估的年化收入大概是20几亿，或者到30亿美金啊，因为毕竟这一年没过完嘛，所以现在没有办法去确定它的年化收入是多少。而且他把中国的这个程序员都排除出去以后的话，再加上其他的几家竞争啊，所以我觉得
它今年的年化收入可能会下降一些。至于说国内的这种无缝衔接呢，稍微有点无耻，对吧？为什么？因为人家的这个公开出来的接口不是让你去抄袭的，人家是为了让大家去方便接的啊。这个就像什么呢？就像是这个早期的 WPS 都去兼容 Office， 但是呢那个时候 Office 接口就包括 Office 的文件格式都是保密的啊，你必须要破解了 Office 的文件格式才能去跟它兼容啊。当时我就问 WPS 的这些人，我说你们这样做是不是违法啊？他们就朝我乐啊，这个意思实际上就是违法的呗。Office 是到后来啊，就是咱们现在使用的文件，比如说 Word 文档啊，它的这个后缀变成 DOCX 了啊。这个呢是一个开放的文件格式，在这个以前叫 DOC 的时候是一个封闭的格式，就是它也没有加密，但是呢，任何人破解这个格式都是违法的，对吧？所以谁说哎我这个是兼容 Office 文件格式，它也是违法的。包括现在质谱这个事儿呢，也是如此啊。但是因为 Anthropic 不再向中国提供服务了嘛，而质谱呢也不会向美国提供服务，因为它是在实体名单上的，它是被美国商务部挂实体名单的啊，所以它也没法往美国提供服务。这个即使它去这个完全兼容了 Anthropic 的 API 格式的话，人家也没法拿它怎么办啊？你也没法起诉它。对吧？因为我没有上你地盘上去玩嘛，所以这个事儿呢，反正挺魔幻的啊，这个事儿非常魔幻。还有人说啊，这个 Grok 就是 XAI 的 Grok APP 好像针对中文用户也频频出错 ，X4代的是没有问题的啊。这个事儿我是遇到过了，就我有一段时间用 Grok 还是用的挺多的，但是呢，我发现，特别是一些比较复杂的问题扔进去，让它去做深度思考以后。它通常是回英文啊，这个我就没法用了吧，所以我现在基本上已经不再用 Grok 的这个 APP 和网页了。还有啊，说面对中国公司的竞争啊，运用意识形态发布可能使自己少赚钱的政策，这就是为了给对手伤害，先给自己大腿扎一刀，而且不见得有什么效果啊，这个。我觉得是这样，就是如果你不喜欢中国，你可以像 OpenAI 那样，就我不为你服务就完了，对吧？或者像谷歌这样，我也不为你服务啊。但是呢，你没必要上来说这种气话，对吧？说我们要去保卫民主啊，要去这个预防威权的这个政府，这个其实真的没有任何意义，对吧？你说了这样的话，你也没多挣到1分钱，对吧？然后除了表明一个心迹，然后让所有其他想跟中国做生意的人都离你远去之外，没有起到任何作用啊！其他的这些公司都是说，我们有这种诉求，但是呢，我们不说啊，我们只是不给你服务就完了，这个还是有挺大差异的啊。还有人说这个 Anthropic 这样的这个声明呢，在共和党政府下就没人屌他啊，如果是在民主党政府下的话，没准政府还真的会给钱啊。这个我对于美国两党政治就没有那么了解了啊。再往后啊，说前一阵在微信公众号上刷到文章，国内一些开发者各种炫耀怎么消耗 Cloud Code 最多的 token， 还在教大家怎样可以买一个 Max 账号刷最多的 cost， 也不求一个效率和成果，觉得是件特别荣耀的事情啊。这个就跟那个什么跑到这个自助餐厅吃这个当大胃王这个过程是一样的啊。这个事儿呢，其实大部分的自助餐厅还是欢迎的啊。我去以前爱吃自助餐啊，我就问过人家，我说你们碰到大胃王怎么办？自助餐说我们才不怕大胃王呢啊，说你就算是一个大胃王，你能吃多少啊？我们唯一害怕的是什么？是浪费粮食，对吧？来一帮小孩啊，人家在这闹得腾腾的，把这个东西也不吃，这个扔的满街都是啊，然后你还得收拾，还得打扫，就是他们浪费的呢，绝对是要比吃进去的多得多啊。这个是真正让这个自助餐厅觉得很痛苦的事情啊。他们大胃王没问题，你来吃了以后，你还拍了个视频，还给他做了宣传，对吧？还会有更多的吃不了这么多东西的人进来吃了啊，说这个没事了啊。所以我觉得真的，如果有人能够在 Cloud Code 上薅了很多 token 的话，他们应该开心才对啊。至于说这个共享账号呢，
你在早期想要去拓展一个市场的时候，你得容忍这件事儿，你就跟那个 Netflix 似的，对吧？它也是到很靠后了，说我们市场已经涨不上去了，用户量也涨不上去了，它才开始去打击这个共享账号。所以呢，这个就是从商业上怎么去选择取舍，应该还是很清晰明确的。啊，你现在就觉得啊，这些人浪费了我的 token，然后就怎么样，这个真的是太不开眼了啊！还有人说啊，你们都没懂啊，Anthropic 这个所谓的条款是不具有太多可实施性的，本质上是写给某些投资人看的。这就是在现在硅谷的现状，像 Anthropic 这样的新生的企业会受到各种约束，而像谷歌、微软、马斯克、美塔这些巨头想做什么都可以。昨天和人分析了一下 Anthropic 这种行为，本质上除了可以也许恶心了一下中国，许多的本质上自己剩下的本质上是自己放弃了一部分市场来获取其他投资人的支持。他自己才是利益最大的损失者，而背后买他家模型的云厂商投资人毫发无损，估计还会自动获得一部分流量啊。这个我觉得你这个思路是有问题的啊，因为绝大部分的也不叫绝大部分，反正至少我见过的投资人吧，可能都是更现实一点啊，没有那么多为了主义、为了什么意识形态就怎么样的啊。这种人其实是，也有做投资人的啊，但是未必做得好啊。这些人其实所有上来喊意识形态的投资人，并不是真的相信意识形态，而是他们在喊完意识形态以后，就偷偷的把钱揣自己兜里了啊。说你看啊，因为意识形态，咔把钱往自己兜里一揣。然后呢，亏了你也别怨我啊，我们是为了意识形态，对吧？这种投资人我也见过，但是真的不是说啊，他就是搞了这么个事情就这个喊了一嗓子就完事儿了啊。至于说买了他服务的这些云计算厂商，比如说像亚马逊和谷歌的话，现在他也很痛苦啊。亚马逊跟谷歌在中国都有生意的，对吧？亚马逊也希望中国的这些企业去购买它全世界的机房，购买它全世界的服务。对吧？谷歌也希望这个中国的这些公司购买它美国的服务器，对吧？那你说我如果购买了谷歌美国的服务器，然后 Anthropic Cloud 不让我使的话，那我为什么要买你的呢？我为什么不直接买微软的，然后上它那上使 OpenAI 呢？对吧？这个其实大家不要去把自己的一些臆想啊加到这些投资人和生意人身上啊。还有人去想啊，说这事不是反华，主要是反党啊。这个，人家也没说要反党，对吧？人家就是说是中国公司，中国占50%以上股份的公司，我就不给你用了，啊，没有说啊共产党员怎么样啊，没说这事儿。而且呢，咱们早早就讲过了啊，这个将党和国家和人民分开的这种行为是坚决不接受啊。所以呢，咱们就认为他是反华吧。好，继续啊。老范不是买不起1000的键盘，而是觉得没必要啊。这个，还是买不起啊。我觉得挺有必要的，只是舍不得。英国搓板现在是古董价50磅啊，50磅比这个5090还是便宜多了。这个最新 CPI 数据，核心 CPI 涨了，整体 CPI 没动，相当于跌了啊。无形的手没法通过必需品把 CPI 拉起来。哎，这个我觉得各种数据咱们就不折腾了啊，定期来一个掉粉的洗二极管啊，是这样的。东大的男人是怎么回事啊？一天到晚要跪啊，跪了政府也就算了，还要宣扬跪女人啊。东大以外闻所未闻。哎呀，不能这么讲，人家这个塔主是要让美国老公去跪搓衣板啊。这个塔主期待你的好消息。我昨天在 TW16古董集上见到老搓板了，好吧，这个不知道了。现在 AI 还是卖铲子的赚钱，甲骨文又有大订单，股票大涨，是这样的。但是后边会怎么样就不好说了啊。现在 B 站有人发现老范跟 Jeff 的视频了啊，是吗？哎，放着吧。
洗粉洗洗更健康啊！我的粉丝数量跟老范同步增长啊！老范6万的时候我有600，老范7万的时候我有700。这个，那你涨得好慢啊，对吧？我这个需要1年才涨出1万来。这个回复英文这件事 ，Gemini 也经常发生啊。我现在 Gemini 还好多了啊，这个 GPT 基本上不会搞错。一边讲民主，一边把某些群体排除在外啊，这本身就很矛盾啊。这个我们就不去想他是怎么思考这个问题了啊。抖音好像上了个 AI，这个没太注意。AI 抖音啊是有这么个东西，但是意义不是很大吧？快9点了，准备下班，到家继续听啊，没问题。你不加会儿班吗？加班听啊。快9点了，是不是带节奏赛博吃播了？最近有什么好吃的啊？别着急，待会儿咱们还会讲到吃的事情的。这个，马斯克的1万亿美金薪酬啊，这个有人说了，左派法官特别没道德，故意针对马斯克。有很多人真的是他自己认为他是对的啊，这个就没有什么办法了，对吧？马斯克这个案子他就搁这儿搁着了，对吧？那看看后边怎么办呗，后边不行就到德州再接着打这官司呗。他不再是一家这个特拉华州的公司，但是他发薪水的时候，他还是特拉华州的公司啊。这个不知道后边怎么去做这个，这个司法这个管辖权的转移。还有人说马斯克算什么英雄啊？他是一个因为自己的利益关系愿意把所有台湾人民的自由卖给中共的商人啊。如果这种人可以说是英雄，那我不知道你对于英雄的定义是什么。我觉得这个事儿很正常啊，就是一个国家的英雄可能在另外一群人身上他就是恶魔，这个太正常了，对吧？而且呢，我对英雄的定义也很简单，就是能够推动整个人类的历史进程往前发展，能够迈出下一步的这些人就是英雄。当然了，这些英雄很多的时候呢，未必对所有人都好，对吧？他有可能是个暴君，啊，有可能是个疯子，啊，但是呢，他确实改变了世界。交付量和销售量齐跌10%以上，在这种背景下，股票却能不断的往上涨，已经还是这个科技产品了啊，已经不是科技产品了，是金融产品。只要马教主答应不离开，股价就能继续往上涨。这种事情在哪家公司有过？这个靠造神卖股票，这个太多了。科技公司里干这种事儿的不是1家2家啊，非常非常多的人干这种事儿，特别是创始人还在的，你比如贝索斯当时还在的时候，包括这个扎克伯格现在还算创始人吧，他在那儿还在折腾，对吧？马斯克也是个创始人还在的时候，都在造神啊。这个包括乔布斯在的时候也是在造神，但是苹果股票基本上是在提姆库克以后才在涨的啊，苹果股票完完全全是靠回购涨起来的。甲骨文、微软、谷歌，那么多集群机房用电用自己建电厂，还是别家公司建的，这个就不好说了啊。每一个机房不一样，他们确实也会投资一些电站的项目吧。再往后啊，说这个周日吃药闲聊这条，有人说了，说老范以前干的缺德事儿也不少啊，不然也说不出不相信数据和财报这种话来啊。这个怎么说呢？我觉得你如果相信这个事儿呢，只能说稍微有点天真啊，稍微有点幼稚。财报跟数据这个事儿呢，都是做出来的，就是当你看过了以后呢，你就不信了。就像很多餐厅啊，你这个吃的时候很爽，但是你到后厨看一眼，你可能就没有胃口了啊，它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我就属于是在不光是后厨了，可能包括垃圾处理站什么我都看过的这样的一个人啊，所以你让我去相信财报和数据的话，确实是稍微有一些心理障碍啊。跟我是不是干坏事我觉得没关系，它属于公司运转的一个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啊，缺了这一部分，这公司可能就涨不起来了。
好啊，下一条呢是挺多人回复的啊，就是北京有30%糖尿病这条。啊，有人说了，我觉得30%里头包含了前期的这个患者，按照新的标准不算糖尿病啊，这个是这样的，这个前期的是没算在里头啊，人家那个报告里写的很清楚啊，只有是到了这个就是上限啊，超过上限以上的，比如餐后血糖超过11以上的这些人才算糖尿病的啊，前期的不算。所以呢，这个30%是确诊糖尿病。还有啊，说这个穆斯林甜食超甜啊，我还没吃过。这个比如椰枣啊，去穆斯林烘焙店里边的糕点都是齁甜啊，吃一次再也不想去了。我还真没吃过穆斯林的这个甜食啊，这个因为国内的清真餐厅里头其实没有什么甜食。啊，它也有，但是我一直觉得吃甜食这件事儿呢，它实际上是一种心理慰藉与补偿，它带来的是快乐，对吧？你吃甜的时候，你就会感觉满足与快乐。之所以咱们现在会吃很多的糖，或者说吃糖这个事情没有节制的继续吃下去的话，有的可能真的是苦怕了，还有很多其实是一种心理上的，说我们就是想吃甜的东西，想得到这种快乐和满足，对吧？也没有那么多的这个其他的东西啊。而人这种东西呢，它其实在基因里边是刻下这样的这个叫做什么呢？刻下这样的种子的啊？为什么呢？就是有些东西我们觉得香，觉得甜，是因为吃了这个东西可以吃饱啊；有些东西我们觉得苦，觉得辣，是因为这个东西有毒啊，吃了以后可能会有生命危险啊。包括这个人死了会发臭啊，也是一样的，其实都是在给身边的人啊，或者给其他人一些警示，说哎不要靠近，这里有危险，对吧？这个人其实是就是我们整个的味觉系统是跟他的这个精神啊，或者说跟思想捆绑的啊，它整个是适用于人类在比如说原野采集这种生活状态下，可以更多的获得生存机会的一种训练啊，所以我觉得吃糖这件事儿呢。呃，主要还是带来快乐。现在你说不吃糖吧，我现在肯定糖尿病嘛，这个吃糖已经吃的很少，就算是想喝一点甜味儿的饮料呢，也都是喝这个代糖的，对吧？这个怎么说呢？就觉得人好像没有那么快乐，啊，也没有那么，我想想应该怎么讲这个事情，就是没有那么大的欲望了啊，就是这个你觉得我特别想去吃一个什么东西的那种动力就下降了。这个其实我挺不喜欢的啊，我非常喜欢那种，就是我特别想去吃个东西，然后去吃了以后，然后特别满足那种感觉，啊，这个还是有挺大差异的。这个穆斯林甜食啊，这个抖音里头经常有一个广告，叫土耳其的那叫巴赫拉瓦还叫什么东西啊，说最好吃的甜食，但是我真的没吃过啊。但是有很多这种东西，就是你真的吃了，其实不一定适应。啊，像我以前就老听说马卡龙特别好吃，后来跑到法国就赶快买了一盒，除了甜味儿没有任何其他的味道，巨难吃那东西，对吧？然后我真正吃到那种特别甜、特别齁的东西，好多是在澳大利亚，在这个加拿大啊，在这种地方吃到的。美国也有一些特别甜的东西啊，就完全无法忍受的那种甜。在国内其实已经好很多了啊，国内现在很多东西就没有那么甜。好，继续啊，有人说啊，我个人的经验是，日本碳水吃的也挺多的，单纯是他们吃的少，运动多，压力可能也比我们小啊。这个我觉得日本人现在这个生活状态，还是一个低欲望和低压力的一个状态吧。他们现在肯定是欲望要比较减退啊，但是我觉得低欲望这件事情肯定是有问题的啊，对于整个的社会发展都是有问题的。人还是要有饥饿感，然后充满了欲望，整个社会才能快速发展。啊，不知道你们怎么想这个事情？还有人说啊，中国的无糖饮料更贵啊，这个是很奇怪的，因为刚才我视频里也讲了，英国和墨西哥都是对有糖饮料加税，让有糖饮料变得比无糖饮料贵，而在中国的话，确实是无糖饮料比有糖饮料贵很多啊。这个我觉得中国应该调整调整。
还有说老范啊，千万不要认为糖尿病是一种生活方式，貌似你还没打针呢。打针才算是不但是生活方式，还是一种生活仪式。我1天4针到1天1针的仪式，的改变中体会到了幸福这还不算是最高境界。直到糖尿病发了中风、脑梗、出血，且还是没嘎嘣死了你才进入到令人侧目注目的这个生活方式，好好活吧。这个要么就好好干脆就死了生不如死而不能才是最悲催的境界。比你更资深、更悲催的老唐人境遇。这个好吧，我其实打过一段时间针了就是打胰岛素，当时也是打过这个1天4针的，但是后来呢，血糖控制的还不错就不打了。这个打胰岛素确实是比较麻烦的一个事情，你要想出差或者离开家的话，需要带一个大概这么大的一个小盒那个盒实际上是个冰箱，里头带一充电宝那个是叫做晶体管冰箱里头是那个胰岛素和它的这个针剂后来是所谓1针的呢，就是每天晚上打1针那个属于叫长效胰岛素，就是当时打4针是2种，一种呢是短效胰岛素，是吃饭前打，然后一种呢是这个长效胰岛素，是睡觉前打，后来呢就打这种混合胰岛素这个其实打胰岛素呢是对身体最好的因为现在的胰岛素都是就是通过基因工程合成的人胰岛素它是对人体伤害最小的，就是比任何吃药的这个效果都好。好我们再把最后2条读完了，然后咱们到评论区来赛博吃播这个 GPT-5 降低了幻觉这条有人说，说不知道这事儿DeepSeek 做的最好他总说我们换个话题吧，这个你在嘲讽啥，对吧？这个豆包也经常干这个事就是你问他一些奇奇怪怪的事情，他就说我们换个话题吧。当然呢，这个不是说不知道而是作为一个在中国为公众服务的 AI 平台，它必须要去这个规避很多敏感问题这个事儿是他要去做的。然后所以考试还是要有倒扣尤其是选择题。台湾以前大考选择题有倒扣，但10多年前取消了大家考试就 AAA、BBB 的乱猜了。其实我觉得还是应该有一点点倒扣这个会给考试带来不一样的这个体验吧。而且我觉得真的是可以让一些这个更踏实的人可以考出好成绩我也并不认为说瞎猜这件事儿就是对的因为我原来也见过，我以前有一个同事他是清华毕业的，他就跟我讲说他们班里有一个西藏考来的考生，他就是这个英语全都填 A 然后考了个10几20分就来了，对吧？然后因为西藏嘛考的人少你英语全填 A 也能考上清华，当时我听着都傻了，对吧？这个我觉得还是应该去稍微调整一下。好网上的评论就这些了，我们来看看。昨天我的油管频道上推给我柯文哲的各类视频，我才知道柯 P 被关了1年多。对，他刚出来。什么叫做账？会计行业里头最出圈的黑话都流行这么多年了，财报什么的只是上市公司宣传方式这个账目还是有很大的可调整的区间的穆斯林也是大量的糖油混合物、油炸面食这个反正我没怎么吃过他们家的东西这个有时候也吃，但是国内吃穆斯林餐厅或者叫清真餐厅，最多也就是涮羊肉、烤肉，对吧？真正的穆斯林餐厅其实菜少我吃到比较大的穆斯林餐厅都是在马来西亚、印尼吃的。因为我以前有一个同事吧，是个回民然后呢，家里还挺有钱，他就要去办婚礼，就没办法说没地儿办，在北京没地儿办，
啊，北京就没有这个能够让大家坐下来吃炒菜、吃席的地方。最后他就没办法跑到那个，应该是兰卡威是马来西亚还是印尼，我想不起来了，反正跑到那岛上，啊，这个整了个5星级酒店，然后把亲戚朋友都送上去做了这个婚礼啊。这个就是国内的清真菜就没有那么多东西啊。你像这个新疆菜呢，烤包子，对吧？然后其他的我就真的你让我再说什么，我真说不出来了。我被刷屏的是润姐张爱玲逝世30周年啊，这还真不知道。好多人去看她在这个洛杉矶的故居啊，这个现在肯定又在调整推荐算法了。Costco 也卖伊朗的甜食，叫卡塔耶夫，那就是那个就一小块啊，但是超级甜，深度油炸之后泡在糖浆里边拎出来的一样。那个巴哈拉瓦也是那样的，就是他把面裹成整的像面条一样，然后呢卷上这个无花果呀还是什么这样的东西再去炸，炸完了呢再往上那个裹糖浆啊，大概是这么做出来的一种东西。最近戒饮料了啊，血脂太高啊，呃，这个血脂高这个事儿呢，你还是吃他汀吧。日本太胖违法，那这啥咋办呢？相扑咋办呢？马卡龙啊，得吃新鲜刚出炉的，外面一层还是软脆脆的，那个东西过了24小时就完全没有乐趣了。我在法国吃了新鲜刚出炉的呀，我在波尔多，他们有一种特产是叫什么蜂蜜小蛋糕啊，那个其实也不怎么好吃啊，就是除了甜味儿没什么好吃的。然后我记得当时在加拿大，他们为了让这个东西可以更甜一点，然后在里边放盐，然后放这个橘子汁儿啊，然后吃了一口以后，最后让我吐出来了，实在是太甜了。就我还是一个很爱吃甜食的人，因为我能长成这样的，肯定是爱吃甜食的嘛，实在是受不了。中国无糖饮料贵，很大程度是因为捆绑了健康这个概念。事实上，无糖代糖可比植物糖便宜多了。哎，是吗？这我还真没比较过价格啊，但我知道蔗糖其实是挺贵的。无糖饮料就跟去互联网买会员去广告一样啊，他把成瘾因素去除了，就做不成更多的以后的买卖了啊，这还真不是。就是很多人喝无糖饮料其实还是有瘾的啊，像我原来就特别爱喝这东西，那后来呢，就是现在就是肯定也喝的少了，就是我原来上班的时候就，经常喝什么元气森林啊什么这种东西，都是无糖的嘛，吃鲜糖醇的嘛。这个，但是后来呢，就是说这个喝无糖饮料的人啊，糖尿病的这个几率也是上升的啊。但是呢，它的影响方式并不是说因为喝了无糖饮料所以得糖尿病，而是这些人呢本来就嗜糖如命啊，他本来就不耐糖，又特别想吃糖啊，就是他其实我觉得算是一种心理上的这种你说算他成瘾啊也或者什么其他的这样的一个问题吧。所以他们就特别爱喝这个甜的东西啊，吃无糖饮料。那么这些人呢，就本身就容易得糖尿病啊，他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小时候知道玩火危险，是因为被火烫过，从错误中学习，应该是非常有效的能力啊。记住正确答案，就像应试教育，问题歪一点就瞎猜啊。这个，但是我们其实以前都一直讲说，我们特别是教选择题的时候，背了3个错误答案，背了1个正确答案，然后最后经常记住是错误答案啊。所以这个教育还是值得去思考的。穆斯林餐厅素食都是各种面食和土豆啊，是的，这个你像大盘鸡，大盘鸡算清真餐吧，这个也是热量挺高的一个菜啊。
加盐能加持甜味啊，这个的确的，是的。你像那个日本人吃西瓜加盐啊，然后有些人吃草莓加盐啊，都是为了让这东西变得更甜一点。还是喜欢喝蔗糖饮料。国内其实蔗糖饮料很少啊，国内就算是有糖饮料，一般也都是甜菜。什么阿斯巴甜一丢丢兑水就可以甜一桶啊，这个是真的。就是甜味剂的这个，就是它甜度都是非常高的啊，就是只要放很少一点点，都是几十倍、几百倍这样。菠萝是要泡盐水，但菠萝泡盐水是另外一个问题，它那个是要去除一个什么麻醉剂。东南亚的撸屉饼，这是什么东西？没吃过，就很好吃啊。这个其实你像到那个哪儿，到这个印度也是大量的油炸食品，他们只是吃不起而已啊。等他能吃得起的时候，他们肯定也会有大量的糖尿病啊。印度现在还没追上来，以后应该会比咱们这儿还厉害。好，1个小时10分钟，还有什么问题？咱们再聊一会儿啊。带了动态血糖仪，才发现自己也糖前了。哎呀，这个我觉得好多事儿还是不知道的好啊，包括做体检。自己买香草蓝加的，自己买香草蓝加到甜食里边去，你爱吃甜的就会发现新天地。啊，香草的那个香精确实是很甜啊。穆斯林餐厅啊，我最爱的还是各种牛羊肉啊。是的，你真到穆斯林餐厅里头，就真的是各种牛羊肉啊。哦，北京有一个穆斯林餐厅叫做呃紫光园啊，但是紫光园里最有名的还是手扒羊肉啊，各种羊排啊，这个东西比较有名。至于其他的呢，可能趴牛肉啊，这个醋溜木须是它的名菜啊，那个也是我比较喜欢的菜。记得小时候还有猪油糖这个玩意儿啊，这个还真没吃过。那个时候缺油又缺糖啊，就搞出这么个玩意儿来。这是哪儿的小吃啊？我怎么从来没听说过这个？之前在一家印度餐厅吃饭，一大坨牛肉烤上来，看着就已经很爽了。牛肉可以论坨的吗？这个坨一般是牛的其他产出物啊。好吧，老范不喝酒吧？这个现在是不喝了啊。以前上班的时候还偶然喝啊，但是没瘾。穆斯林餐，用香料用的很猛啊，烤肉会有不一样的风味儿。孜然，对吧？他们各种香料确实是比较多。广东有猪油糖啊，我还真没见过这东西。我小时候有这个叫麦芽糖啊，或者叫糖瓜啊，那个东西是确实很好吃。糖瓜是完全没有蔗糖的时候生做出来的一种东西啊，然后现在就可能也还有人吃吧，因为那玩意儿粘牙啊，非常非常危险。如果你牙口不是很好的话，就容易出问题。啊，广东的啊，这个好吧，从来没见过。大家还能想出什么好吃的来？赶快再给我们提点提点，让我去倒口水喝。然后明天我再研究一下怎么把360度的视频传上来。如果360度视频大家可以看的话，那以后我就直接360度，对吧？我这个是8K 50帧啊，实际上就是前边4K，后边4K 啊，加一块8K，然后50帧，我就骑着车给大家去转去了。就是让大家可以自己去决定看是哪个角度。好，如果没有什么其他问题的话，那我们今天的老范读评就到这里了。啊，还有说9月了，快开鱼了啊，这个还真不知道是一个什么样的节日。小时候5分钱一块猪油膏，
好吃。猪油膏是什么东西？没见过。看来广东还是有很多很奇怪的东西的啊。过一阵子就该拜妈祖了啊，好吧，广东人看来有很多有趣的习俗。我这个牙3个月之内应该就这样了啊，虽然还是觉得没好利索，但是大夫说3个月以后再去看了，所以这几周可能再过几周吧，又该四处溜达了啊。我们又准备去找地方开线下见面会了啊。这个各地区的朋友们可以，比如说下次留言啊，说我想在哪儿开线下见面会啊，或者说这个在这个评论区也可以，在 Discord 里也可以啊，就可以这个跟我喊一声了。老范贵庚啊？我今年应该是53啊，72年的。好啊，那么这一期老范读评就到这里了，感谢大家收听，咱们下周3老范读评再见，再见。